代表大陆它对于多元供应农产品，它已经做好了一个这样布局，所以让它的全球供应链呢能够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同时让美国的农民来承受这个市场所遭受的损失。对，这就是它一个精准打击的。那再加上现在农民的那些成本也上升了，像化学肥料啊、劳力啊、设备。它的价格在提升，而且市场也在流失。美国总统川普在11月7号表示，因为南非现在正在发生人权侵害，而南非的白人农民正在被杀害和屠杀中，他们的土地和农场被非法没收，所以川普宣布，包括他本人在内，美国政府官员这次都不会出席即将在南非登场举行的 G20 峰会。但是我们也要看呢，反观美国，现在农民受到的伤害其实不亚于南非哈。虽然不是生命的损失，不过财务方面损失非常的剧烈。那么根据 CSIS 的最新报告呢，说因为受到了中国大陆报复性关税还有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影响，在2025年1月以来，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农产品出口额减少了超过68亿美元，降幅高达73%。那其中呢，大豆出口损失占了57亿美元。另外呢，美国对中国的牛肉出口量也下降了90%以上。那么中国方面呢，还把杏仁进口的关税上调到45%，重创了向来以加州作为主要出口的产业链。好，我先问最了解川普的 Russ， 这个请你从容容、游刃有余的告诉我们哈，川普现在讲说，因为人权问题他不出席，包括连政府官员都不去 G20 啊，这只是表面上的原因，你觉得是有背后的原因吗？我觉得没有，应该是没有背后的原因。虽然川普是不喜欢多边组织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他第一个任期也不太喜欢参加类似的。多边主义的活动、组织高峰会等等，那这次回来执政也一样啊。他今年参加 G7 也提早离开，那最近他去 APEC 也提早离开了，他见习近平之后就离开了。所以他真的不喜欢出席这些活动，他想当 All Star。他希望这个焦点都是放在他了。那如果一个高峰会有10几个主要国家领袖，那 Trump 就不是亮点，对，不是热点，所以他不希望了。那他对这个南非少数民族，那就是白种人是少数民族，他对他们的这个安全、资产等等的议题一直就从他这次回来执政，一直有兴趣，他常常提了，而且他觉得我这样提我的支持者、我的选民会就是会非常受欢迎。所以他这样子做是因为想要保护在南非算少数的白人，是这样子。因为人权的这个原因，他口头说是要保护他们，对，但是主要是这个是跟美国国内政治比较有关。我再继续请教你因为你刚刚特别提到说，美国向来，尤其在川普上任以后，其实他是习惯用单边的，而不是像他的前任拜登采取多边合作哈。那同样的，可是这一次在 APEC 结束之后，也有分析认为说，从日韩最近跟美方在谈的这个部分。看得出来，似乎川普在单边这个一直以来坚持的政策，稍微有一点倾向，也不排除多边的合作，是这样吗？日韩是2个国家了，那如果2个国家跟美国会有什么高峰会和合作等等，那其实稍微算多边一点点而已啊。但是那个不等同像 G7、G20、WTO、UN 这些大的传统的多边组织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做类比了。而且，如果是美国跟日韩开会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层次，不管是总统跟2国元首，对，或者是国防部长、外交部长，其实这2个国家日韩，他们都会答应美国要什么，几乎他们都会答应。这个跟去参加 G20 是完全不一样。那去 G20 的时候，还是会有几个国家元首，不是按照的川普说法就答应他，对不对？还是会有。那要保护南非的这个白人农民可是美国的农民呢？川普也是非常支持美国农民，对不对？所以他
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把焦点放在中国要多购买美国农产品。那另外如果这个政策不成，就是这个贸易谈判最后不成功的话，川普会向国会要给美国农民大的补助，所以还是会很在乎他们，不能说不在乎他们，真的。而且这些南非的白人啊，说实在，我预测很多还是会选移民到美国去了，最后还是会离开南非。只要川普是欢迎他们，而且目前川普的政策是非常非常欢迎他们移民到美国去。目前他不欢迎其他国家。尤其是有皮色是如果是黑的话，他不欢迎。而且白人至上的一个向来，如果是像南非白人或者北欧人，川普是很欢迎他们移民到美国去了。那我真的相信将来几年很多南非白人，包含这些农民，会选择移民到美国去。好，所以现在看就是说，川普要如何照顾美国国内的农民哈，因为就提到了。像之前呢，在习川会之后，其实 APEC 呢，中美之间两强达成了一个共识，就其中呢，就是包括了要买大豆哈，但现在买大豆也出现了一个变数哈，因为在习川会之后，美中双方其实都降低对对方的关税哈。不过路透社有一个最新的报道说，中国大陆对美国大豆的关税虽然下调到13%，但是呢，这个关税的税率呢，也导致了美国大豆的价格仍然是比巴西大豆的价格要高。好，所以呢，有交易员也表示说，市场上现在普遍不预期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大豆的采买会恢复需求啊。主要的原因还是那句白话，就是因为你的大豆卖得太贵了，所以买大豆现在变成了一种手段，或者说我们一种筹码哈。中方会如何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决定呢？这个美国农产品是这次川普2.0大陆等于说是规划准备最完整的一步。而且他这次打击美国是美国最依赖的出口品项，就是大豆、牛肉、杏仁，这3个是美国这个就是对中国出口最大额的农产品，这3项，而且这是集中火力针对美国这个最敏感的产业来做出打击。那因此大陆它也有多元供应的来源的需求，所以它也向巴西购买大豆，向阿根廷购买大豆。它跟巴西买的大豆，让巴西呢，它的出口增加了10%，让阿根廷呢增加了21%，所以就代表大陆它对于多元供应农产品，它已经做好了一个这样布局，所以让它的全球供应链呢能够多元化，降低对美国依赖，同时让美国的农民来承受这个市场所遭受的损失。对，这就是它一个精准打击的。那再加上现在农民的那些成本也上升了，像化学肥料啊、劳力啊、设备。这些都一直在提升，它的价格在提升，而且市场也在流失，所以对美国的农民来讲，目前真的是一个非常考验的一个时候。所以现在对美国政府来讲哈，尤其特别川普想要帮美国农民啊，但骆老师您看，因为我们刚刚讲说中国大陆现在有议价能力啊，因为你跟同样的比巴西、比阿根廷，那除非你告诉我美国的大豆确实比阿根廷、比巴西要便宜，那我才愿意买啊，不是吗？对，所以美国在这方面可能要寻求也是一样多元出口，你不能只出口给中国。虽然中国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大豆的买家，但是你还是要跟印度啊、东南亚或中东市场来寻求一个出口你大豆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嘛。那当然，另外一方面，这次川普跟习近平2个人在这个釜山达成这个协议，也说大陆不再背个这个美国农产品的采购。那也开放了，所以他应该跟中国达成一个更有结构性的协议，要长期的保证大豆、牛肉、杏仁这样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这样才能够确保美国农民的一个利益。否则，这个市场是非常的浮动的。假设最大的买家一直有针对性的在背革你的时候，美国农民的话，他随时会有很不安全的感觉，随时没有办法出口的一个风险存在。就像上那个我们看到影片上，就是一个大豆厂竟然会爆炸，因为多到爆炸。那这样的情景，我们就不愿意看一些。所以，川普可能在短期、中期、长期都要有一些规划，否则没有办法因应中国大陆针对性的一个农产品的背革。是，所以陆老师刚刚点到一个重点啊，就是中国大陆要制造的是美方，特别是农民这一边啊，随时有一个不安全感。那这个部分呢，才能够当成未来中美这个整个竞争架构不变的情况之下呢，中方
握在手中一个非常有力的筹码哈。当然，除了美国的农业受到惨重打击之外，现在呢，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呢，川普有可能会酿成美国国内自己的粮食危机。怎么说？川普为了大砍被称为奥巴马健保的这个平价医疗法案呢，跟民主党在参议院上演了僵持的戏码。这几天大家都看到了，也造成了美国政府现在停摆已经超过了38天，原先的记录啊保持在35天，这个记录被打破了。而川普呢还拿4200万依靠食物券生活的人民，这4200万都是美国的公民哈，拿这些美国人民当成筹码，也说呢，美国营养补助援助计划的福利只有在激进左派民主党人开放政府的时候才会发放。罗德岛地方法院在11月6号先裁定了，说川普政府呢必须要立即释出预算，补足全额发放所需要的资金。而隔天呢，农业部也向各州发出了备忘录，只是要全额发放11月份的食物补助。可同一时间呢，看到川普政府立刻向联邦上诉法院提出了紧急申请，希望能够把这个法院的命令给挡下来。好，川普怎么这么的坚持哈？就是他的斗志旺盛啊，就是不让民主党要得逞。为什么不坚持啊？如果我是他的顾问的话，我也会跟他说，总统先生，你目前要坚持了。为什么呢？我们离其中选举还有1年时间。但是现在当下受害的是4200万的美国民众，不是吗？第一，他要看他共和党明年的这个其中选举的选情。那说实在，大部分的众议院选区不是摇摆区了，只有几个选区会算是摇摆区了，所以有固定200多个选区，一定不管怎么样会投给共和党的众议员候选人，所以他真的是不用那么担心选举。所以其中选举因为还没到的关系，不需要这么急切的。还有另外要看。按照过去就是政府关门的事件有发生过，就最近10年都有发生很多次了。说实在，每次民主党会让步，不是共和党也没有让步，共和党也有让步，不管是哪一个总统，小布希或川普 EDLA 总统也有让步，对，但是民主党早晚会让步，所以总统为什么要那么急？让步，可以等等看民主党会提出什么样的让步的方案，那就可以算那我也要不要让步？但是不用这么早，为什么要这么早？我跟你说啊，现在离其中选举1年时间，选民不会记得这件事情。OK， 所以因为还没到选举，还没到那个关键时刻，所以现在不管是共和党也好，民主党也好，反正是继续演到还没到最后一幕嘛。等到最后一幕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妥协。你的意思是这样？一定会妥协 ，OK， 民主党一定会妥协。那等他们妥协，那总统就可以妥协。那另外他也要让他的支持者认为他不会踏够，因为最近很多人批评他说他会踏够，变成他的代名词。另外有强硬的政策，不管是外交政策、内政政策，但是他最后会妥协。所以因为最近有这种批评，他这次尤其是在民主党面前，他千万不会让民主党认为他们有拿到一个好大的胜利。对，所以从政治的算法来分析啊，一定要先等民主党来妥协，他才会妥协。OK， 所以Ross 刚刚讲了一个大白话，委员他点到了，因为选举还没接近啊，所以呢4200万这些就算在饥饿的话，关我什么事情哈？美国民主制度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大问题呢？从这一件事情上面来看。我觉得第一个是政党对立实在是有够严重。在美国历史上，政党之间的斗争并不是没有，甚至每天都在进行。那像这次这样斗争到政府停摆38天，而且我相信这个还会持续下去，没有那么快解决，搞不好50天甚至60天，搞不好都有可能。那这种对立，政党的对立会延伸到很多的层面。那就是内耗嘛，这个就是内耗。对，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这个美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当然，其实某种程度来讲，川普上来以后，美国族群对立的现象是变严重的。他所谓的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那里面其实所隐含是让美国的白人再一次伟大。那支持川普的人，其实就是中低收入的白人，所以他是他们的代言人。这种族群问题当然有，刚刚讲到南非的问题，川普讲说美国这个南非的白人这个被杀，他还用了 genocide， 就是这个好像种族灭绝、种族屠杀，没有这回事啦。南非的治安是非常差，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在南非做生意，南非的生意是非常差的，他们出去进出都要带持枪的武装保镖的啦，所以没有特别针对这个南非的白人来进行屠杀，没有这一回事啦。这个美国自己都这个很多的这个作家都出来讲这样的话嘛。可是你看，川普特别讲说，美国的白人，美国这一阵子是反对移民的哦，可是针对南非的白人，他说你们可以从用难民的身份移民来美国来定居啊，提出申请就对呀。所以这有白人的问题。你看这次的纽约市长的选举里面，你去想想看看，白人有很多是支持现在当选的，这位市长是，可是更多的是很多的黑人、少数族群的主裔，当然包括很多犹太人，是支持当选的这位的这位市长的。所以有足球问题过来一个其实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是通膨啦，你知道。川普有一个非常强烈支持他的，叫做 Marjorie Greene， 她是乔治亚州选出来一位女性的众议员，她是这个美国所谓的 MEGA 的强力的支持的川普的最挺川普的那样的一个人，挺到出汁的这样一个人。可是你看这次最近他就对川普有很多的批评，那他这次就出来讲话，就大概昨天嘛接受访问他就出来讲了。他说他用一个叫 affordability， 这个字是什么？就是说你有没有，你可不可以负担得起？能不能 afford？ 你可以买的，你可以 afford 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会会出现这个问题呢？他先讲，他说我是去买东西的，我是到市场比如说杂货店之类的去买东西的人，有没有通货膨胀？东西有没有变贵？我是知道的，民众最有感，对，没错。所以这一次为什么美国不仅在这个共和党在纽约输了，纽约市的市长选举输了，维吉尼亚州州长输了，对，还有这个 New Jersey 这个纽泽西的州长也输了。很重要一个字就是人家的通货膨胀造成很多人生活的困难。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刚刚特别提到说，川普他没有参加 APEC， 马上飞回美国当然，这个理由是万圣节有很多的派对，但是其实真正的实情却是，美国川普必须面对更加复杂跟严峻的美国经济还有内部状况，因为美国政府在10月1号关门。已经长达1个月的时间，从华府到农村，从军营到学校，整个美国现在像是进入一个功能丧失的国家。粮食援助中断，军人断薪，航班大乱现在像航管的这个人员其实都是叫苦连天。所以这个竟然是在号称是全球最强大的美国发生这种事情。现在数千万人面临断粮，数百万的家庭没有暖气可用，政府停摆。正把美国推向一场非常冷酷的社会灾难，而最新的消息是，美国已经有2名联邦法官他们陆续做出裁定，说川普政府不得暂停对低收入民众的粮食援助。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政府虽然关门了，但是这个时候联邦政府依然必须要动用应急基金来维持民生计划的运作，你不能不照顾老百姓BBC 就分析，美国政府关门造成的5大这个民生灾难，包括超过4000万人所仰赖的粮食券经费已经在11月1号用完了，600万的低收入家庭将会失去取暖的补助，100万美军被迫无薪上岗，那么联邦员工做功德好几周了，都领不到薪水，航班延误成为常态，所以接下来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可是川普
虽然看到他表面上是一派不在乎啊，但是想必心里面是非常着急啊。怎么解决呢，林老师？我觉得这边的话，我们要先了解到的就是说，川普他之前没有错，他在这一次的东亚行乍看之下是成功的，甚至是他也蛮成功，从日韩这边带了一些订单回去给美国。可是这些订单要立刻的能够变成一个及时雨吗？这个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他号称9000亿，但是9000亿不一次给啊。对啊，而且9000亿它不是现在可以给，现在的这个刚刚何荣有去提到说，回去可能万圣节的 party， 可重点倒不是 party， 是因为现在华府快烧起来了。因为我们可以去看到现在的话，参院这是共和党有人的跑票了哦。所以在这个关税的这个案子是否决的哦，是支持民主党的哦。对，更不用说在整体的一个总预算这一块，现在的联邦政府关门，它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这个不是只是说这个什么这个航管啊还是什么，讲难听一点，你去参观白宫都不能进去参观，因为它关门了。或者是什么垃圾啊还是什么，就是有一些整个状况是非常糟的。那为什么会这样？今天最直接的就是今天民主党跟共和党这一边，甚至是共和党有一些人是也不满你川普。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不满呢？对于川普来讲，最重要的还是你的民生问题没有办法去解决。因为其实我们仔细来想，川普从上任到现在，其实还不到1年，怎么感觉好像过了很多年的感觉，度日如年的感觉。可是他今天这一些美国的状况，不是今天一个川普上来就可以去改变。他是从他的一个 COVID-19 之后到这一个到之前拜登到现在整体所呈现的一个问题。那今天这一个问题其实是说，你说川普上来有办法去做这些改变吗？我个人是抱持蛮保留的一个态度啦。那至于今天来看的话，对于川普来讲，或者是我自己去美国，在今年4月的时候有去一趟华府那边，那可能你可能没有办法相信，我去超市想说要买个刮胡泡，因为我去比较久。刮胡泡居然锁在玻璃柜里面，是我要请店员把锁打开，怕零元购，就是怕零元购啊。那如果今天一个在首都里面的超市，而且老实说，那个2块多的一个东西，也不是说很贵的东西，它居然就还要锁在这一个柜子里面，我又不是去买个晶片还是什么显卡之类的，黄金还差不多。对啊，那这一些东西都要锁在那里面呢，就代表怎么样？治安状况、经济状况是非常糟的。那再加上现在的一个政府关门，这一些其实都会对美国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那老实说，之前的一个川普为什么可以当选，就是因为贫富不均，就是因为他希望能够把美国的失业率能够去改善，所以我们看他的外交跟他内部是有连结在一起。但是这个连结要实际的能够去改善美国的问题吗？我个人认为可能还是会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这个也给了各国在跟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可能会要去思考的就是，不是只有看当面跟川普的交易，也要想的是他最在意的内部问题会不会去干扰他，或者会去影响他的一个战略。这一块其实也是我们可以去施力的一点。就是美国的经济问题，听到川普不断在强调说用关税就能解决哈，单一工具，然后呢，关税带来的庞大收入啊，一定能够解决像美国现在面临到的一些经济窘迫的问题。可是真正关税的收入能够起到多大的效应呢？现在大家也在看。是不是真的只有一点点而已？好，那除了民生问题呢，我们就来看美国的经济数据啊。根据 Challenger 他们的报告，到今年9月为止，在裁员的部分，美国企业的裁员人数达到94万人，预计到今年年底要突破100万。就连矽谷也成为裁员地狱啊，科技业半年就砍了10万人左右。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叫 Ray Dalio， 他就更是表示说，美国有高达60%的劳动者几乎没有生产力，整体经济由最富有的1%的人在支撑运转，整个社会阶层的结构正在崩塌。好，所以现在真的是听起来是蛮吓人的，因为整个社会国家只有1%的人在负责 run 这一个国家的整体结构，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啊。1%的人掌握了生产力，但是60%的人竟然是完全没有生产力，这听起来很吓人。可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性的危机迫在眉睫，对于美国，对于川普政府来说，他们一定知道怎么解决呢？黄老师，您觉得？其实说这个到底美国社会阶层的这个崩坏或崩解，
要不要去解决？我觉得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不从总经或现在的经济情况来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崩解，它是一个整个产业结构转变的一个过程，结构在转型，是。我们回到以前来讲说，第2次工业革命的时候，大量的工具机的出现，取代了传统劳动力。那男性的一些员工开始逐渐不被用，当时当然说女性或童工的价格比较低廉嘛，那企业主们他们肯定慢慢的去往这个地方去靠拢，去降低自己的成本。那像现在慢慢进到所谓的 AI 时代，就把自动化更升一级了。对，我们当然目前还没有把它称之为第3次工业革命，但我们可以逐渐看到，包含在加州的地方，Uber 投资的无人自动送餐车已经开始去试行了。那像甚至有些地方用无人机在送餐送药的，那其实也都开始在执行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我们定义的底层劳动者嘛？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底层劳动者是有一些基础型或者是比较 routine 的工作开始去减，那大家就会问，那科技业半年就砍这么多人，对，那科技业是底层劳动者嘛？那如果说今天是在做一些写程式的部分，其实逐渐的已经被那个人工智能取代了一大部分的工作，所以想当然尔，这些人就会逐渐的被淘汰。那这是底层结构崩坏吗？我不认为，我认为说接下来马上到来的一些新的产业，它会逐渐的萌芽出来。那就业市场重新活络，关键就在于接下来到底会走到哪一个生产市场。对，因为其实这几年也听到像是智慧制造，包括接下来在机器人的部分有所谓的人形机器人就是要取代现有的人力，因为知道光是这个人口结构也是呈现倒金字塔的一个情况，就是要解决人力短缺。包括现在我们提到的60%的人如果是没有生产力的一个状况，所以那接下来对于美国来讲，他们有办法在短期之内达到这样的一个用科技来弥补或者是解决现在困境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OK， 讲到智慧制造这个，其实在美国定义的智慧制造里面，它是还有凌驾于智慧制造的一个先进制造。那这边包含了当然是智慧制造的整体的自动化，然后提高良率等等。另外一部分是新材料、新药，然后新的生物发展这个部分，这2个发展的部分。那这些新兴产业到底能不能带动新的生产力？关键在于有没有高阶人才的注入。但当然，美国现在的政策对于高阶人才并不是这么友善的情况下，我不太认为说短期内会去改变这个现况。那基础人才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当时提高关税的时候，这个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不要用全智慧制造，我用半智慧制造。我去吸引这些他们口中所谓没有生产力或没有提高 GDP， 他不需要做太多事情，他做一件事，按按钮，按按钮去让他们有足够的生产力。那我从原物料进来，我不是到终端产品的时候，那我这个关税中间的利差是相对比较不会受影响。所以我个人觉得，川普如果他看到这一块，他在下一步很大的歧视，我把制造业带回美国，我把很多复杂的东西自动化，这是他的个性嘛？我什么都简单，我最好按一下全部搞定。那这样子，我所谓没有生产力的人，他就来按按钮，对，我就逼你公司 hire 这些人，我也不用发失业救济。那会不会太理想了？他一直都很理想，不是 ？OK， 好。不过现在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啊。美国的关门风暴持续在演变当中啊。那根据《经济学人》跟 YouGov 的最新民调也显示说，现在就是看，因为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川普在意的是民意支持度。那现在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满意川普施政的数字呢，掉到39%啊，40%都不到，创下川普2.0啊，就重返白宫以来的新低点。另外呢，63%的人明确表示不认可川普对政府的管理，有46%的美国成年民众认为呢，政府停摆的责任就在共和党和川普本人。从这些最新的民调，当然民调是变来变去啊，跟这个民意如流水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要问的是，接下来马上就要进入到2026年了。2026美国的期中选举很重要啊，这样对共和党来讲，对川普来讲，不是一个警讯吗？没有错哈。现在大家都会认为说，这个问题就出在川普身上，特别是民主党人，因为原来他们是因为坚持就是说，这个川普的预算大砍，这个对于这个美国健保的，就是所谓的奥巴马健保的这个补贴，会让大家的健保保险费用上升，所以他们反对，以至于造成了这个政府关门。那当时
川普的算盘是什么？就是说，你想政府关门谁受害？是这个联邦政府的雇员。这些雇员在哪里？在 DC， 在这个马里兰州，在维吉尼亚州，这些都是民主党的选民。所以他计算就是说，这个关门的结果是伤害了民主党多于伤害共和党。他是想过了。对，所以但是结果现在这么一下来之后，变成什么？变成第一个，变成大家怪了川普，因为它受影响是整个美国啊，比如像这个航空的这个飞行，就是航管受到影响了，还有很多其他政府常态运作应该会支持的这种民生的部门受到影响，美军这受到影响。当然，现在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民主党也不敢轻易的退啊。因为民主党现在川普说，他如果一旦恢复之后呢，他这个 OMB 啊，就是美国的这个所谓预算管理部门，就白宫的预算管理室，要去这个惩罚那些发动在联邦政府内支持民主党的发动这个杯葛川普的这些人。所以如果民主党轻易让步的话，到时候这些联邦政府的员工会来怪罪民主党，说你怎么会让步呢？你怎么轻易就让川普施老师，这个局面其实也许川普始料未及啊，但是我们都知道川普他擅长交易哈，他弹性很大。我说他弹性很大，那会不会就是迫于他遇到的现实状况，他会做一些调整？您觉得？我觉得目前看起来他的交易呢是藏在他心里的。第一个，在成功的亚洲行之后，他现在是更加强硬。他现在要求共和党的这个参议员呢，要废掉这个所谓的冗长辩论。因为美国在参议院它有这个冗长辩论嘛，就是你只要想要发言，你就可以无限时间的发言，除非你有3/5的投票，可以让它停止。那3/5就60席，所以这就保障了少数。为什么民主党没有多数却可以杯葛预算？就是通过参议院的这个2/5。那现在共和党的这个多数党领袖呢，他原来在竞争这个党魁的时候，竞争这个多数党领袖的时候，他就是反对废除这个条款的，所以他反对。但是在川普的旋风之下，也许他最后会让步。但是关门不能无限期一直关门下去嘛？他们有没有一个至少设定一个时间点？因为11月最后一个礼拜要感恩节了，起码感恩节前会不会有一个？没有错，上一次关门呢是35天，这一次已经超过30天。所以当然大家已经认为说，大概未来这一个礼拜可能就会结束。但是现在我想就是用这个所谓冗长辩论的废除，因为如果一旦冗长辩论被废除，民主党以后就没有武器了。没错，所以也许在这个威胁之下，加上川普的旋风，会让这个共和党的这些参议员让步。那么这个最后民主党可能为了维护这个冗长辩论，最后也许就让步。川普并没有参加 APEC， 而是把最宝贵的时间留给了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虽然说川习会落幕了，但是中美两强背后的角力才正要开始啊！现在斗而不破的1年当中，中美双方会如何各自的出招呢？纽约时报就直接说他们观察到的，他说这不是和平，而是被迫休战。而 CNN 更是直接报道，因为 CNN 是比较偏民主党的了，他们是直接说中国赢了。好，另外呢，美国暂缓黑名单，扩大1年的出国管制。那中国呢，则是暂停了稀土出口管制1年。双方在表面上都是交换善意，但是实际上呢，却是美国被迫让出科技管控的底线，中国则是以静制动，出刀不见血的夺下了战略的优势。所以在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我们特别帮大家整理美国前官员呢，有一位前官员就说呢，这个川普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美国的国安底牌。美国这次可以看到是首次把国安科技纳入了谈判的交换筹码。还有呢，这是昨天特别跟大家来看到的，在川习会之后根据大陆商务部公布的这个结果，特别在卡脖子就是我们接下来谈的管制的部分，美国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而中方则是呢把稀土的管制也是延长为1年暂停1年。特别刚刚讲说穿透式。这个美国出口管制是美国先发动50%的穿透式规则。简单来看一下，就是在9月29号所发动的。然后呢，这个主要内容是凡是列为实体清单、军事最终用户清单这些相关制裁清单的实体，或直接与间接持有50%以上股权的子公司，都被列入是出口限制的名单。这个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广泛。但这次呢，就强调说，谈得还不错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管制措施先暂停1年。
好，那画面上我们也提到给大家看，中方跟美方现在在稀土上面管制上面哈，这个管制内容呢，中方措施是暂停稀土管制1年。然后呢，美方是暂停在这个实施制裁黑名单，刚刚特别提到50%穿透式规则的这个名单上面是1年。好，那涉及的企业呢，包括了稀土冶炼啊，中方这边稀土的部分呢，像是冶炼啊、分离啊、出口企业；美方晶片啊、科技方面呢，则是暂停实施黑名单这个1年的时间。好，那相关的全球市场影响呢，包括现在看到中方还是掌握全球非常强90%的稀土加工能力。那现在就是美方不断在追赶。好，这次的川习会现在双方看到最后的结论都是呢，暂停对于对方的一个管制包括稀土、包括科技晶片相关的都是1年。那很多现在分析的看法都认为，总体来看，其实中方这次在谈判上是略胜一筹，因为既延长时间，又拿下了接下来谈判的主导权。左老师怎么看？好，首先我想认为中国大陆赢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习近平的胜利。为什么？因为这会让他在国内看起来很强势，这会让他在国际上呢得到很高的名声。因为这么多国家跟美国谈判，每一个国家基本上都是满足美国的需要。没错。那只有中国大陆可以对美国呢叫板，而且呢打得平手。就算你不认为他赢了，他最起码是平手。态势就是平起平坐，没有错。所以我觉得对内对外，习近平都可以宣称他是胜利的，这一点对他来讲非常重要。第二个，我认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讲，经济上来说，最需要的可能不是这个所谓解除对于这个他的一些企业的制裁因为他讲的这个企业是过去已经被制裁的企业，他们的子公司、孙公司只要持有50%以上，那么就列入黑名单。现在说把这个推迟1年，可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关于芬太尼的这个关税调降了10%。对，而且呢，在这个会后，美国还宣布了，如果芬太尼的这个管制有成效，还会再把剩下的10%都移除。这20%对中国大陆来讲太重要了。为什么？因为这20%或者10%是涵盖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出口。那么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它现在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就是青年的失业问题。那这些失业的问题，它其实需要的不只是我们看到这些高大上的尖端科技，它更同样重要的，或者说对于青年就业更重要的是什么？是过去的这些劳力密集产业。这些其实给养了更大量的这些就业人口。对，那这些其实中国大陆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在全世界的市场来说，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来自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出口。但是在美国，它尤其在圣诞节前，它如果这个关税继续，它就会丢掉了很大的一个这个市场。那现在在圣诞节前、感恩节前，它就恢复了。这个对于他来讲是及时雨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其实可能是对中国经济来讲最重要的。就几乎面子里子，几乎在这一次，当然有人说谁赢了面子，谁赢了椅子。可是照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整个总体分析来看的话，中国不但是赢了面子，又赢了里子那接下来当然美国一定不服气嘛，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川普回到国内，在这个飞机上面的时候，他就说自己凭自己的分数是打了12分，满分10分这个不会让人意外，因为他向来就是会给自己打很高的分数。但在美中两强，就是老大已经达成了共识之后呢，又听到了美国财长贝森特呢，他又放话表示他说北京犯下真正的错误，因为美国2年内就能够摆脱稀土的依赖，真的吗？根据专家的分析说，美国即使启动像是曼哈顿计划级别的资源开发，至少也得5到7年才能够真正完全替代中国大陆的稀土供应。另外呢，中国大陆这边有4400万吨的稀土储藏量，占全球35%到50%，而中方呢控制全球稀土的加工、冶炼、分离的能力的比重呢，将近90%左右。某些重稀土分离环节，中方更是达到了99%的控制。所以以此来看，美方估计2年就能够完全替代会不会太乐观了点？林老师。
这一边的话，其实我们先回归到刚刚讲的一个川习，这是一个见面。我个人会认为是双方各有所需，那双方都达成自己要的一个目标。对习近平来说的话，其实刚刚左老师提到的这个芬太尼的10%，这是很重要的指标。同样的，对习近平来讲的话，他也证明了中国在他的领导之下是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的。那对于川普来说，他到底得到了什么？当然不是他讲的这个120分，这一个他好像这自吹自擂这样。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说，他可以把一些东西带回去他国内。因为我们看他这次其实除了是去见习近平之外，他在日本跟韩国拿到了非常多的一些利多的一些消息，不管是这个日本的加大投资啦，或者是我们说韩国什么核潜舰要在美国制造啦，其实他这些东西都是他能够去带回到他国内对他的一个支持度的。所以其实在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大头，两个这个元首对话。各有所需，那但是在底下的这一边，一定就会开始有很多的一些分析，会认为是说，川普你可能有一点这为了贸易胜利卖掉了这个国安底牌啦，就是说他有点上权入国类似的一个味道啦。可是这边他立刻就用的是什么？同样上谈判桌的贝森特。我个人会认为现在第一个是贝森特来讲，后面可能 Rubio 又要准备出来讲了，就是老大讲的是没问题，我们都很好，他是我的老朋友。可是底下的这一些官员，就是他们要上场的时候，那这一边贝森特他直接就讲说了，可能2年就可以去摆脱这一个美国对中国这个稀土的依赖。但是说实在，2年能不能达到这个东西，不是取决于的东西，倒不是时间，而是你要花多少成本。说实在，今天的一个稀土，你世界上含量还是什么，各地都有。重点不是含量，是提炼的技术。因为提炼的有时候它会有一个高污染，或者是提炼的成本这个问题。所以，与其我美国要自己去提炼，不如跟中国买。相对来说，这一边我可以降下很多的一些成本的问题。那如果今天我要重新去启动的话，要么可能是在越南或其他国家跟这些国家买，或是我美国要自己做。那美国你愿意去付出这一个成本在稀土上面吗？固然我们现在看到可能有国防的需求、晶片的需求等等的，让他必须要去做。但是在今天我们看到这宣布1年制裁，这1年365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老实说，没有人知道。会不会今天的稀土又是另外一个只是谈判的筹码？所以我个人会认为贝森特他今天讲这个话是讲给自己国内来听的，因为其实现在对川普来讲的话，他现在在这个外面感觉上这一次东亚行好像外交大胜利，可是接下来他要去面对的是他国内更多的问题。这国内问题我们可能等一下还会再讨论，没错，就是在这个关税这个参议院否决了要让他一些议案，这些东西其实是现在川普才要去面对的一个问题。所以这时候由贝森特放话，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我们讲说在谈判上面的稍微一点弱势拉回来一点点哈，这帮这个老板稍微加回来一点分数哈。所以刚刚林老师也点到一个重点，中美现在比的就是呢，接下来在休兵也好、暂停也好，这1年当中哈，谁能够更快的摆脱对于对方的依赖，谁能够更加的掌握包括科技还有包括矿产的，就是稀土的命脉哈，就会是接下来中美2强对决的胜负关键。好，说到刚才有稀土的部分，接下来是科技的部分哈。那当然，川普也证实啊，因为他被媒体问到，他说是我有跟习近平主席呢谈到了晶片议题，但是并没有涉及最高阶的 Blackwell 晶片，而中方呢先前我们也知道他是直接拒绝了美国的 H20 啊 H20，那后来连 B30A 啊都进不了大陆。无非是在释放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大陆呢不再屈就美国说要卖出来的这些低阶产品啊，这些低阶货。所以有白宫 AI 沙皇之称的萨克斯呢，就直接说中国大陆目前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要全力扶植华为。但是这2天也听到了，黄仁勋就是辉达的执行长，他特别提到说，他也当然很希望辉达的芯片，比如说像是 Blackwell。能不能够进到中国大陆去贩售？但这一切都是川普决定，川普说了算。所以现在决定权在川普手上。我要问的是，黄老师，你觉得川普会允许 Blackwell 迈进中国大陆吗？这个问题其实挺有意思的。那就如左老师所说，这个其实今天在这个谈判上，到底谁真的赢，谁真的输，更大的是在面子理智上。面子上，习近平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一面。那今天如果川普允许了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其实它最大的程度上分2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他是不是输了面子？然后呢，如果今天川普他允许 Blackwell 晶片到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说，晶片可能3年一个世代
6年又在下一个时代的时候，前面 Hopper 可能什么都淘汰掉了。对，它真的那么的重要吗？不知道。但如果今天你掐着敌人的脖子，中国的研发能力，我不敢说他们特别厉害，但他们有足够的人力，足够的资源，我就跟你硬刚。那在这个程度下，如果川普没有阶段性的去开放这些东西，那对于中国去全力扶植华为来说，无疑是什么？无疑是在养虎为患，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至于说未来美方如果要出口，就是说，害怕他们买来拆解这个问题，这个涉及到整个晶片，其实它整个从它的上下游产业链到水平产业链来说，中国目前有没有办法去囊括这些所谓的先进制程的部分？如果它没有办法囊括先进制程的部分的话，那即便它拆解它 IC design， 它还是没有办法在 NVIDIA 的这些技术上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妥协。所以，反用美国技术来反制美国这件事情，会是Trump 在下一步上，我要去思考，我要不要阶段性的去让他们放松警惕。那这样也换取时间，他们可以在稀土上面进行一些元素战略的一些策略指导。这样才有可能去执行所谓曼哈顿级的计划，这个可能是2个是要交互去参考的一个部分。因为从黄仁勋的说法哈，就是他不断对外的谈话跟态度表达的出来，是他很希望能够把辉达的产品就继续卖到中国大陆去哈。那对中国大陆来讲，是因为在先前已经被围堵、被封锁、被卡脖子哈，所以呢不得不也看到了中国大陆的半导体的相关的晶片的研发跟突破跟制造，那也由华为带头，好，他们在技术上不断去突破，所以呢，就算有这个辉达的产品晶片卖到中国大陆，其实是不是量也不需要太多？因为呢，它其实一方面也会影响到中国大陆自己，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大陆自主生产制造晶片未来的发展。对这个，但这个地方其实比较危险，说少量的卖过去，他们说这个国安科技的问题并不在演算本身。对，那我们这 AI server 它分2个层次嘛，一个是说它的推理以及它的训练。那在推理的部分，我们知道明年2026年，其实辉达为了增加它的 market cap， 它不断的在推 edge computing 的晶片。那在这个程度之下，如果有很好的 pre-train 的这些晶片，就是这些所谓的高阶晶片，那中国在无人机发展的很好的情况下，那他们如果这样更快，其实会影响到国防军事上的一些差异，包含在未来军武的一些开发上面。对，所以如果顺着这个逻辑的话，您觉得那接下来如果是川普的话，他会听得进去黄仁勋的建议吗？这得看他能够，我觉得现在其实这是挺有意思的问题，因为跟对，那包含说这样子下来的话，川普有没有办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因为川普讲了一句，他希望制造业回到美国。聂老师觉得川普会听得进去吗？其实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会去考量的，倒不完全会是说听得进去或什么这个什么回到美国啦怎样。最重要的是美国民众对他的支持度。因为其实我自己会认为，现在对川普来讲，他自己最 care 的，其实倒不是什么美国之争啊、关税、美中之争啊，还是什么，是现在国内的失业率问题，还有他的一个党团。这一次我们就看到，这一次共和党又有人跑票啦。所以其实这国内的这些一些因素，如果他现在没有办法去把他的一个经济或者是民望拉起来的话，之后的期中选举可能就要来了。那这些对他来说，的确会是一个很重要的，他要去会对他会去思考的方向。逻辑上的重头戏就是川习会了。川普这次呢，他的亚洲行第3站到了南韩，但是呢，他不是去参加 APEC， 而最重要的，他先前一再强调，他会和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见上一面。果然，两人真的见上了一面，而且呢，会谈呢100分钟。虽然不如川普所说的希望谈到3到4个小时啊，但是呢，总算有谈。那么第3站南韩呢，并不是到APEC 去参加，而是在釜山和习近平来见面。睽违了6年的时间呢，这次谈了100分钟，到底有什么样的共识呢？我们说共识如此啊，这是台湾工商时报整理出来，我们给大家看这个图表。在特别这次的经贸交手部分呢，关税的部分，美方取消对中国大陆加征的10%芬太尼的关税，而对中商品加征的24%的对等关税会继续暂停1年。另外呢，中方也会相对应的调整反制措施。
双方也同意继续延长部分关税的排除措施。另外就是管制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常常讲说卡脖子哈。那么美方暂停实施9月29号公布的出口管制50%穿透性的规则1年，中方则是暂停实施在10月9号提出的反制啊，也就是稀土出口管制这个措施，同样是延长1年。好，航运的部分呢，还有包括其他，特别是在芬太尼，刚刚有讲的芬太尼禁毒合作呢，现在美方说要看中方接下来怎么做啊，实际的做法呢，美方会继续的观察。而中方呢也会做出相对应的一些回应，后续还有一些进度。川普表示说，跟习近平在很多的重要问题上面都达成了共识，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稀土也好，还有呢，特别是买大豆这件事情啊。那么习近平则说呢，双方要尽快的细化和敲定后续的工作，将共识维护好以及落实好。预料下个礼拜呢，美中双方就会进行这个经贸相关协议的进一步洽谈。好，但是这一次大家也关注到的一个台湾问题，这次没有谈到。马上就先来问一下黄老师哈，因为这次我们看到在事后，川普接受媒体的访问，媒体请他给自己打分数啊，说10分是满分的话，他说我是12分啊，这个还多了2分哈，显然是非常的满意啊。我先问的是，中方跟美方各自要到了什么？我觉得双方都必须要对外说是满意的，是有成果的。那么各自得到什么？我觉得基本上是双方的谈判团队，双方从川普总统的2.0开始在处理对外关系，包括对中关系，基本上不是国安团队，而是经贸团队为主。那么所以经贸关系关税谈判、贸易谈判。主导了美国对外关系，是。那么跟中国大陆也是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认为就是双方共同有默契的决定这次100分钟，我们看大家有戴耳机，戴耳机是同步口译，同步口译才能节省时间。那么100分钟，老实讲那个中美之间的问题多得不得了，所以我觉得地缘战略的部分是双方有默契的，暂时不在这一次会谈中间，对，所以我认为是暂时缓解，在2个人会面以前拉高的这种声势，但是这个缓解是暂时性的。那战线拉长，因为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它会是非常长期的一个竞争，而所有的项目不一定那么快能够谈下来，所以从这个4月份的这个所谓解放日开始，一路。已经换了世界5个地点在双边在谈，但是还是高低起伏对，还没有最后的定案，所以战线必须要再往后拉长。老师，您看哈，有分析是这样认为说，美方这次要到是土豆泥就是包括稀土、大豆还有芬太尼简称土豆泥。中方其实你看到的是，习近平在这个2国元首会面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出要求，他只是说呢，我们要保持大国的风范，所以也有一个分析就是说，中方其实希望把美方拉回到4月2号以前，甚至是包括在2017、2028那个时间，我们重新拉回去。对，因为在川普的第1任期的时候，双方是有一个没有执行的一个当初框架谈好的一个贸易协议。那我觉得中国大陆基本上，其实中国共产党对外所有的谈判都是先谈大原则，然后谈大框架，在那个框架定了以后，其他的东西中国可让的会让，但是红线底线思维通通在里面。有没有像是双方都演了一场戏？对，双方剧本是合写的嘛，所以演起来就很自然了。好，为什么说是一场戏哈？因为在川习会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美国贸易代表署在24号就提前早一步的宣布，他们说呢，要依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案第301条规定那么对中国大陆呢是否有履行美国总统川普在第1任期所签署的第1阶段贸易协议要展开调查。而尽管我们看到这次结束的川习会达成了新一轮的贸易休兵，但是也听到了后来呢，这个美国贸易代表Greer
他就表示说，301条款调查将会持续的进行，为中国商品加征关税预做准备。然后呢，川普在见完了习近平呢，他也说呢，这个4月份呢，川普说他会访问中国大陆，接下来呢，习近平也会访问美国，但是真的会如期举行吗？接下来当然得看中美两国的互动是如何。好 ，Russ 啊，现在你先看一下，就是说 Grill 这一季，我们讲说回马枪啊，怎么解读？所以很明显，其实川西会这次谈的看起来相当愉快，然后川普觉得有这个封锁是获得很多都好的。你觉得川普有达到他的目的？川普觉得他达到他的目标，然后另外说实在，我有看到很多台湾评论员，他们说是一个川普大胜利，然后一直称他，我觉得没有，台湾评论员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说实在，川普觉得他有获得很多东西，尤其是贸易方面，而且整个行程，不管是在吉隆坡、东京或南海，也没有什么负面的外交事件。他跟其他国家领袖都谈得非常愉快。对。但是像 Greer 贸易代表强调，这个调查还是会进行，那就很明显。不管这次怎么样谈的，跟习近平中国达成什么样的共识等等，政治地缘政治或其他的外交考量，国防国安等等，甚至台湾问题，以后还是会浮面台上了，还是会影响到中美关系，这个真的是不能避免的。所以不是说好像休兵1年吗？怎么在这个会后突然又按照过去几年？那刚刚老师有提到2017、2018年，然后川普刚上任不久，就是在第1年他访问中国，对不对？但是过了几个月，就是进到2018年，贸易战就开始了，而且川普最后两年多，贸易战一直恶化了，中美关系整个。中美关系有恶化了，所以我们真的是要面对事实，那就是很有可能政治问题还是会影响到这个贸易关系。好，所以现在我们细看美中双方在这个贸易之间的交手哈，因为刚才特别提到了美国贸易署呢，他们也强调说未来要监督中方落实协议的情况，然后美中两国呢会设立工作组啊，确保落实打击芬太尼的相关措施。也就是说，在川协会大家所谈的一些部分，接下来就看怎么做，而不是看你怎么说了，对吧？但是我们有相关经验，尤其是在芬太尼和贸易这两个议题上，就是回到我刚说，回到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双方有讨论到这两个问题，有达成一些共识。拜登执政的时候也是。但是不久之后，美国还是会认为中国没有履行他的承诺，那就破局了。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理性看待的话，可能要最安全的猜测是不久之后还是会破局了。OK， 现在就是看，就是美方可能会觉得中方说话不算话，但是呢，中方对美方也是如此啊，就是你只光说不练啊。所以接下来就看。因为不是提到了吗？川普有特别提到说，他明年3月以后，会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接下来呢，就是习近平到美国访问，但也得看两国的互动吧。我个人会认为，一直到他们真的上飞机起飞之前，就不知道真的会不会成。就像这一次的川习会，到最后一天才敲定是在釜山。是没错，因为虽然川普今年已经说了好多次，我会跟会跟习近平见面，但是一直到他真的上飞机去 APEC， 而且我们也一直不知道他会不会参加 APEC 的相关会议，那最后他没有。对，所以就是对川普来讲，就是 make a wish。至少先许个愿望，在明年3月以后能够到北京去访问。好，川习会之后，我们看到川普立刻就飞回了美国啊，他也没有去参加 APEC， 所以把这个 APEC 呢留给了习近平，让习近平呢就等于跟各国元首的互动呢成为了会议的焦点啊。其中重中之重有一个就是中日的元首会啊，习近平和新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见面。在31号的下午呢，中日元首的高峰会进行大约有30分钟。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表明，希望跟中方建立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并且喊话说中国大陆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同时也向中方表达对东海活动这些相关议题的忧虑。而习近平则指出，中日是重要邻国，希望推动两国之间
这个战略互惠关系。不过如果有印象的话，大家记得吗？这个川普是先在亚洲行啊，他的第2站是到了日本啊，先见了高市早苗。所以彭博也报道说呢，在跟高市早苗的会谈当中，川普就直接告诉高市说，任何你想要的，任何你需要的帮忙，我们都会在那里，我们是最强级别的盟友。哇，这句话说的怎么讲呢？啊，那蔡老师是高市，我们知道其实他一直是维持继承安倍晋三的路线哈，但是他有他自己日本现实考量的压力哈，怎么在这当中去调整未来的日美日中关系？我们先恭喜日本国诞生第一位女首相，我们也先恭喜高市早苗变成是首相，因为她一路走来还蛮辛苦，本来能不能当首相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点，而且她在21日当首相到10月31日的时候，不管是日本国内，不管是国际问题来讲，我们套一句川普总统在10月29日 George Washington 的航母上面讲一句话，他是一个 winner。因为他等于说，在这么多的首脑里面，他可以说算是一个最大的胜利者。为什么？因为川普是先到了日本，那到了日本之后的话，跟我们看到高市早苗有一个非常好的关系。那我们又会看到他到了韩国，可是高市早苗的话，他的表现真的是可圈可点。他跟川普之间的话，本来就是会很好，而且我们用几个照片来去给各位观众做一个解释。这个都是官网的照片。那官网的照片的话，我们用4张去做解释的话，你会看到28号他见到川普的时候，除了这一张之外，有很多张，他们都是一个非常亲密。而且我们看到高市事实上是一种好像发自内心很开心，甚至在George Washington 上面呢手高起来，非常开心的。当然也有一些日本民众是批评他了，也有这么样的批评。可是呢，我们看到他跟李在明韩国的总统也是关系很好。那为什么会很好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他很聪明，在10月21日当选之后，他就开了一个记者会。记者会他上面就说：“我非常喜欢韩国，我喜欢吃韩国的海苔，我喜欢用韩国的化妆品，我喜欢看韩剧。”所以李在明就送他韩国的化妆品，送他的一个海苔，这个是他做的非常好的一面。而且他会看到，我们看到了习主席的话，事实上他们也是突然去巧的在29号的话才去瞧说可不可以跟习主席见面，这个中方有释出一种善意。逝去之后的话，但是在3个小时之前还不是很确定可不可以见了面。但是我们看到为什么高市做得很好的原因，看到他个人的 X， 他看到跟习主席见面的时候，习主席就跟他打招呼，他跟每个人都打招呼说：“我是新人，跟你们打个招呼。”那习主席露出微笑，很多人就为什么习主席会有微笑？很少这样。不过问题就来了，在正式的会面上面来讲，你会看到他的手跟这边的手都完全不一样。不管是跟川普，不管是跟李在明，手都是很近的，还是很亲密。但是跟习主席的时候，手就是伸长的。他们有去教他过，你手要伸长，不可以被他拉过去，等于是我跟你保持距离，你拉我拉不过去。然后脸的微笑是会有一点的不大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习主席也讲到一句话，就是战略的互惠关系。刚刚主持人你所说的安倍路线呢，高市早苗在这一次的模式里面，他是走安倍路线，因为战略的互惠关系是安倍在2006年，因为那时候日中关系不是很好，所以他就抛出这个议题，然后中方有 catch 到。那战略互惠关系在10月24日所信表明演说里面，他先讲中国、北韩、俄罗斯，这在造成我们很大的一种威胁，我们有一种悬念。可是呢，我们要维持战略的互惠关系，所以中方有 catch 到这个字眼。这个字眼之后，习主席也就是在当天，他也有讲出这个。不过日方也有担心一点，就是说，因为第一次跟中方首脑会谈，会不会说该讲的不讲，而且会不会跟过去一样？但是我们看到高市他该讲都是还是有讲，东海的问题你怎么办？或者是中方提出台海的问题，你要怎么主席？不过高市首相他要讲台湾的海峡和平与安定的重要性，对日本来讲是有的，他该讲还是讲。那我们的人被你们抓去，你应该要怎么办？中日元首的这个会谈哈，关键字刚刚您提到就是战略互惠哈，对，我们是互惠的原则。是，所以呢，
高市现在当然有他实际面临的压力，比如说，他接下来可以看到在画面当中，我们也提供给大家哈，就是呢，刚刚是不是提到说，习近平呢特别指出中日是重要邻国哈，那希望能够推动战略互惠关系。日本共同社则报道说，美国财长 Bessent 他针对日本采购俄罗斯的液态天然气是 LNG， 他表示说呢，我认为日本会花时间逐步摆脱这种做法，所以报道也认为说呢，这个 Bessent 这一番话是在暗示这个应该要停止买俄罗斯的能源，而且 Bessent 也透露呢，日本会参与阿拉斯加的新的能源管线的计划。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压力就到了高市这边啊。可对日本来说讲白一点啦，买俄罗斯的天然气比买美国的天然气或石油要来的便宜啊。回到了成本问题啊，怎么解决？他们有想过这个问题点，早就已经模拟过了，因为他买。这是俄罗斯，但是已经跟他签约，然后厂也都盖了。如果说他不买的话，等于是中国会整个便宜买过去，所以他有明白告诉川普，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做这一种处理掉。对，而且他说，川普你这么的要求的话，其实最后开心的是中国跟俄罗斯嘛。那他没办法，就是说把它就是马上就切掉。而且投资阿拉斯加的话，它需要很久的一些时间，它的费用也会很大。那费用到底是哪里？可是。让我们会觉得很惊讶的地方是，日本答应要投资美国，日币是叫做80兆，美金是5500亿。我们一般都想说，这个钱从哪里来？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川普去拜访日本，是从27、28、29、28日的话，理论上应该是由日方去办一个晚宴，就请川普吃东西，但是他没有。川普是在美国大使馆，就是在东京阿卡萨卡去宴请日本的商业界的一些大佬们。大佬们一去就说我们投资60兆日币80兆，他们已经拿出60兆出了，这个让我们很惊讶。包括软银，包括东芝、Mitsubishi，包括我们要投资 AI 的那个基础建设，或者是所谓的稀土，所以80兆他已经找出60兆，只差20兆，这是让我们很惊讶的一点。其实日本几乎是美方所开出的清单，几乎是照单全收了。对，除了这个能源的部分可能窒碍难行，恐怕之后还有一些需要去讨论的部分。